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游戏中宝可梦的收服方式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将对方打成残血，然后丢球。但是动画中宝可梦更加有血有肉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，所以收服的方式就多了去了。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那些独特的收服方式吧。1. 刷好感收服。动画中的精灵球没有明确捕捉概率，在没有证据说明大师球是假冒的前提下 ，AG 篇章一个钓鱼老人捕捉一只鲶鱼王，使用大师球，但是竟然捕捉失败，这就说明只要宝可梦足够强，或者抗拒情绪足够强，任何精灵球都无法捉住它。那么我们反过来想，是否进精灵球也取决于宝可梦的主观意愿。如果宝可梦足够喜欢你，那么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，人家主动就会跟过来。这些例子大多发生在主角团中，主角小智接近一半数量的宝可梦都是这么收服的，这里就不赘述啦，毕竟公心为上。还有小次郎的许多宝可梦也是这么收服的，比如一罐精灵食物就被收买的酷酷面具，一包饼干就跟来的沙漠奈亚，不忍看到小次郎伤心主动跟随的摩妮妮，还有单纯缠小次郎身子的好坏心和风铃铃。不得不说，颜值高还是有好处的。这些宝可梦和主人的情感往往非常稳定，基本上刚收服就能快速培养出很高的默契，不用费心锻炼实力。2. 莫名其妙收服。有时候宝可梦和训练家互相没有看上眼，或者说其中一方并不想收服的，但是因为各种意外收服的。小霞的可达鸭就是这么收服的。小霞看见可达鸭呆头呆脑不喜欢，但是可达鸭一直跟着小霞，因为意外小霞的精灵球掉下来了，可达鸭碰了精灵球 OK 收服成功。不过小霞表示自己头都大了，受这个憨憨干嘛？不过后来的结果自然是真香，人家可达鸭可是大智若愚，小智的29只肯泰罗也是意外收服。原野区小智想收服其他宝可梦，每次丢球都会乱入一只肯泰罗，结果小智整整多收服了29只肯泰罗。小瑶的小卡比兽收服过程也是比较奇怪，小瑶想收服它，但是小卡比兽满脑子只有吃，面对小瑶丢过去的精灵球，还以为是什么美食，直接一口闷了。就在众人大跌眼镜之时，小卡比兽肚子里的精灵球起作用了，反手把小卡比兽抓了。3. 管你什么套路，抓了再培养。小智在新手的时候一球直接抓过绿毛虫，武藏很多宝可梦都是这么一球抓的，比如南瓜精就是绊倒了武藏，武藏反手一球抓了。迷你 Q 也是武藏拿着小次郎的豪华球抓的，大舌头也是一样，还有自然就是我们的一球超人小豪啦。不管什么宝可梦，先吃我一球再说。不说小豪抓了什么宝可梦，目前貌似只有闪电鸟逃出过小豪的精灵球，其余的基本都是被精灵球抓了。无极泰纳那是剧情需要。4. 人工暴力收服。AG 篇章在与饭吃蛇的斗智斗勇中，饭吃蛇不小心咬断了武藏的头发，武藏真实的头发遭到瞬间破坏暴走，这下也不需要派宝可梦对战了，武藏自己就是一个超强的战力，三拳两脚把饭吃蛇打个半死，要不是喵喵提醒武藏收服，可能饭吃蛇就要被打死了。小智收服大前蟹的时候也是没用宝可梦对战，自己凭本事抓的。爱丽丝的罗丁地鼠也是爱丽丝用血肉之躯收服的。俗话说得好，不打不相识，打久了打出感情了，感情到位了就收服。5. 宝可梦拐来的，这和训练家没关系，单纯的宝可梦自己和另外野生宝可梦玩到一起去了，然后一方是有主人的，所以要回家，但是另一方又不忍离开好兄弟，就跟了过来。这个例子有宝可梦日月篇章中的美露坦，这只美露坦被小智的木木枭吸引，后来木木枭帮助这个小兄弟夺回重要的螺帽，这让美露坦直接认木木枭为大哥。等到这集结束，美露坦直接不想和伙伴走了，跟定了大哥木木枭，然后被小智收服。毒贝比也是类似，毒贝比是被皮卡丘10万伏特电器所吸引，因此来到了小智这边。那么你觉得哪种收服方式最有意思呢？